师母，你还记得就是讲到你在跟神祷告之后啊，神给你的一个印证，这个印证是在你身体当中，而且是一个不舒服的疾病啊。没想到呢，神用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方法来指引你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其实我们上次也特别说到说，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有幸被神来管教的。有很多人说：“哎呦，我们看到约伯好惨呐、我们可不想当约伯啊！神怎么对约伯这样啊？”然后我们其实都是有比较有成熟的这种经历的老基督徒，他们就会知道哈、是这个神给每个人的管教和指引都不一样啊。约伯之所以能承受这样的苦难，是因为神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义人。是经得起神来敲打，甚至是炼造，到最后就是把渣子炼尽，成为一个真的银子啊，去做银器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器皿来被神使用。那我们今天能够被神管教，真的是应该觉得非常的幸运，因为神确确实实的看重你，而且神知道你是可以被锻造出来的金晶，能够被他使用。那我们真是应该从心底发出赞美，也是提醒那一些心灵比较软弱或者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本身也不是约伯，他们本身也不是雪伦师母，所以他们也不用担心神会用这样的管教，就是管教他们所以我们需要真的知道这一点。好，那希望师母你那天说要继续跟我们谈呢，很想听接下来的故事啊。好，你说的对，就是我也在这个方面琢磨哈，因为自从我开始创作歌曲以来，我就会在我自己的小组发布我做的歌嘛哈，就有一个姐妹就很妙她就跑来跟我讲，Sharon，我觉得你这个带领不是出于神。好，那我就纳闷了我说，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他也信很久20几年我说第一点，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带领是不是我听到神的声音？第二，你也不是神，你怎么会知道？这是不是出于神？对不对？除非你觉得你比神更清楚神的心意第三，我每天做歌，我也没碍着你啊。好，我又没有说让你来帮忙或是没碍着他嘛？为什么他觉得他可以，他不觉得不需要不好听什么，他放着他可以不听嘛？他为什么一定要跑来我面前告诉我说，我觉得这个不出于神？这个我就纳闷了好久我就问神，我说主为什么呀？我做歌没碍着他呀，结果就神也蛮快就给我回答这个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回答？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人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就说我的领受我觉得神给我一句话，他说很简单，为什么他会这个反应？因为他不愿意，因为他不愿意。其实愿意顺服是不容易的很多人觉得自己信的久我也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也很顺服但是呢，但是没有比较嘛。好，那我的这个顺服就直直的刺在眼睛里面，就在面前，这一比就很扎眼了，对吧？那我在想就对他而言，他又不能否认说，其实他没有那么顺服，他没有办法面对他这一块。那比较容易的方法呢，就是告诉我说，学人你一定错了，你错了，一定不是出于神，所以就可以不用去看见他自己不愿意的那一部分我在想是不是这样，我就非常讶异因为我很惊讶，发现说原来我的顺服对周遭的人引发出来的效果，不见得是鼓励，反而有可能是压力那次的经验呢，就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就尽管我愿意顺服，但是周遭的人反应不一定是欢喜快乐。哎呀，雪人愿意顺服神，感谢主，不一定是这种反应所以我就
为什么我后来就很少说这个事情啊？因为你说出来，第一个人家不见得信，好，第二个人家可能有压力，好，第三个我还要去跟他争辩说这到底是不是出于神，那我也很累，对不对？因为这是对我个人的带领嘛，我知道就好啦。啊，我愿意顺服就行嘛，我也不用需要说服你们所有的人，我再决定要顺服，对不对？就是我自己对神交账，我需要顺服，好，这够了。好，所以我后来也不眨眼了，我也不眨你们的眼睛，我就放在我的频道，愿意的啊去订阅去收看，我也不怎么在我周围发表哈，这是也是蛮可惜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下嘛哈，别人心情。其实刚才雪伦师母您讲到这一点，也让凯传特别想到，在圣经当中啊，主耶稣那时候就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也讲到当时说如果有的人遇上这块石头，他可能就是跌在这个石头上摔得粉碎；有的人呢，他遇上这个石头呢，他是甘心情愿的被破碎哈，这是两种生命。有一种生命就是他遇到了耶稣基督，他会觉得很眨眼，他会觉得他心里很不舒服，他甚至拒绝，他更加的拒绝，然后他更远离神。还有一类人，就是他遇到耶稣基督，他破碎自己的生命，他让自己的生命真正的来让耶稣重新建造，重新成为一个被神好好的使用的一个合神手中的器皿。所以其实这样的也不奇怪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神带领某个弟兄姐妹，那有很多人就是会不舒服，他们的不舒服就是来自于当神这个信息，当神这块石头摆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是跌倒了，还是他们真的是跌倒破碎之后又重新被神建立了啊？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两种生命啊！这个也在你身上真的能够看到。虽然这个见证可能有很多人觉得说哦心里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就像主耶稣他的见证一样，他也让很多的人不舒服，甚至到今天世界上的人还在唾弃他，还在不跟随他啊，但是他也拥有了我们这一群能够忠心服侍他的孩子们，所以我们应该觉得很开心，是吗？你是，觉得呢？感谢神，对。请